Zara 与英国造型师 Harry Lambert 的合作系列9月20号就发售啦。整个系列呢透露着一种童趣复古的风格，虽然不是我自己的穿衣风格啊，但还是有很多很好看的单品。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哪一些单品值得买。第一个造型就吸引了我，卡其色和红色的撞色看起来特别的复古秋冬。单看这件撞色毛衣，它呢有2个配色，一个是红黄，一个是绿棕，2个颜色呢都非常的好看。它的材质是100%羊毛，售价90刀。这个价格呢虽然不贵，但是呢我自己应该是不会买的，主要是有2个担心，一个是它这个红黄配色，我很担心它洗涤的时候掉色。那第二方面呢是这种撞色的毛衣，虽然看起来很特别啊，但是搭配起来比较有局限性。这个第3套造型呢，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红色鸡皮的运动鞋，但是呢只有男生的尺码。如果你有女生也喜欢这款鞋的话，可以看看阿迪达斯和 Puma， 他们也有类似的款。像第11套造型中的这个格纹西装也非常的漂亮。仔细看这个格纹呢，里面有蓝色和米色的细线条，打破了常规格纹那种沉闷的感觉。但是呢，它的售价200刀，成分呢居然是62%的涤纶，再加上33%的人棉，实在是有点过分。而且这个价格的格纹西装，一般格纹还是得对齐吧。结果呢，你看这个胸膛，这个口袋特别的不齐，看得我特别的难受。给大家看一眼我折扣季150刀买的 J. Crew 纯羊毛西装，格纹对得工工整整。那这里呢也简单的聊一下，为什么很多格纹西装对不齐呢？一方面呢是省工时，你想啊，师傅要把格纹对齐，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，对吧？所以平均缝制一件衣服的时间就更长，效率呢也就更低。另一方面呢是省料，为了有足够的余量让师傅对齐格纹，要多费1/4到半米的料。虽然这件纹样很好看啊，但是面料和做工都不太行，我个人是觉得完全不值得200刀的。下一件吸引我的呢是第14套中的这个毛衣背心，白绿棕条纹相间，V领和收腰会比较显身材。细看呢还有这种凸起的斜条纹，织法上呢会有一点点新意。它的材质呢是涤棉混纺，可以想象啊，材质不是羊毛那种特别柔软的，手感呢会偏硬一点点。定价70刀，不算便宜，但是综合考虑面料设计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那这件呢我自己会想买来试一下。这件配套的暖棕色阔腿裤，颜色很好看，暖融融的。细看呢，里面夹杂着白色的纱线，颜色多了一些斑驳复古的感觉。成分是65%的羊毛，定价110，不算超值，但也还算可以接受。不过最小码没有了，女生应该不太能买。下一件呢，我们去看17套 look 中的拼色毛衣。这件呢很有老一味拼接毛衣的味道。仔细看呢，不仅颜色有撞色，各个色块的针织花型也有区别啊，有这种菠萝纹，有空条2×1的、1×1的，很多不同种类的花型啊，很有趣。但是这个版型呢很瘦，颜色又这么跳，真的是不太好搭衣服。而且它的材质呢又是以精纶和锦纶为主，羊毛和羊驼毛的比例只占30%左右，目测呢可能会有点扎，而且还容易起球。我个人啊是不太推荐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设计，那我觉得以这个价格买到这个设计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最后呢，想聊的是21套 look 中的这个酒红色的皮衣啊，它的颜色实在是太美了，领口和袖口又做了棕色的撞色，特别的秋冬。材质呢是纯羊皮，做了一个漆面的效果。说实话啊，349刀买一件颜色这么美的羊皮夹克，不算是很贵。但是呢，我犹豫的点就是在于这个漆皮效果做的有点廉价，材质呢很像是仿皮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仿皮掉皮的烦恼呢？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期的视频。那说回这件皮衣，它照片的质感啊不是很好，看上去比较硬，但是呢也有可能只是拍照的时候打光的问题，还是得线下摸一摸实物才知道值不值得这个价格。最后呢总结一下，那这次合作系列有趣的单品很多啊，但是我自己想买的只有2件，毛衣背心和红色鸡皮的运动鞋。酒红色夹克我也很心动，但是呢要线下看一看实物。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也欢迎给我留言哦，拜拜。